为什么懂得道理越多，往往活得如此惨？为什么我们上了那么多课程，依然还改变不了现实？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的学习，依然还是那么迷茫和焦虑？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多道理，依然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知道的答案和结论太多了。很多人学习的目的，其实是期待能从外界找到一个答案，让自己不用思考那么多，也能把所有问题给解决了，哪怕多花钱也想去买到这个答案。其实这不叫学习，这叫偷懒，或者叫花钱买捷径。学习不是你交点钱给别人，然后让别人给一个秘方或诀窍。你可以花钱买别人的经验，却无法花钱帮你少走弯路。真正的答案不是花钱买到的，相反是不需要花钱，靠自己悟的。答案不在别人那里，只在你的内心。别人最多给你一个启示，却无法给你答案。如果一个人说可以给你方法和答案，那基本上是在收割你。就好像我写的很多关于商业变化趋势的文章，很多人却在后台留言说，不要跟我说那么多，你直接告诉我直接赚到钱的方法就行了。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更不会有直接拿来就可以用的办法。因为每个人的资源、环境、特点不一样，即便是同样的事情，用同样的方法去做，但如果是不同的人去做，往往是不同的结果。所有人都用同一套方法去成功。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上帝直接把它公布出来，岂不是人人都发财了？人人都过上了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无论多么高明的人或者成功人士，他最多只能给你一个启示，你所能直接学到的只是技巧，你学不到的才是智慧。技巧是可以传授的，但是智慧是靠自己悟的，没有任何人能直接给你方法。真正的方法必须靠你自己去悟。每个人的资源不一样，条件不一样，性格特点不一样，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和自己的资源和条件最匹配的协作方式，而不是非得去走别人成功的道路。这就是求人不如求己。无论创业还是教育、社交、恋爱、婚姻等等，最好的方法就是没有固定方法，真正的规律就是无规可循。别人传授的经验和总结，你要是直接拿来就用，基本上都是失败的。然而，现在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太浮躁了，他们不愿意去思考，只想求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然后自己照着做就可以了，懒得自己动脑去思考了。很多人就抓住人性的这种弱点，直接去兜售各种答案，比如短视频中的各种知识大神、各种培训大师、各种实用类书籍等等，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我们兜售答案。于是现在满屏都是方法，到处都是答案，我们脑子里全是要点，然而我们却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了，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干了。
很多人折腾到最后才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答案、技巧、经验，其实并不属于自己。只有在某一刻，它与我们的经历结合，让我们突然明白原来是这样的，有一种顿悟的感觉，这时它才真正成为我们的东西。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是知识，领悟到的才是智慧。只有你自己悟到的东西，才能真正进入你的潜意识，成为你的信念，潜移默化地使你发生改变。读书的时候，语文阅读理解分值最高的题，永远都是从文章中总结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文章大意，但绝不会直接给你一个已经总结好了的中心思想，让你去背诵默写。记住，别人告诉你的道理都不能真正属于你，只有某一天你心头忽然涌现出某个道理的时候，才是你人生真正的答案。也因此，任何老师和书籍只能帮我们找到答案，而不能直接给我们答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否则就是剥夺我们思考的权利，那才是真正的害人。那些直接给你答案的人，其实是变相的掌控你的心智，他们抓住人性不喜欢主动思考的弱点，打着帮你直接解决问题的幌子，操控你的行为，然后用套路收割你。这就是为什么短视频平台很多培训大师都在争先恐后给我们答案的真正原因。他们惧怕我们学会独立思考，惧怕我们成长，这样他们的套路就被我们识破，就不能再操控和收割我们。这就是现代商业的本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通过视频平台之类的内容学习，还喜欢去参加一些培训课程，喜欢追捧那些搞培训的大师，然后广泛地引用他们的观点和名句。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现在这个时代有两种人，第一种是1%的人，他们有读书的习惯；第二种是99%的人，他们已经不再读书。而像视频平台之类内容的崛起，最大的价值就是让那从来不读书的99%的人，变成了看起来像爱读书的1%的人。毕竟在这个时代，爱学习、有认知、有深度是一个人最具魅力的标签之一，而这些内容的流行恰恰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也就是让他们至少看起来像一个爱学习、有认知的人。为什么网上很容易流行各种阴谋论？因为阴谋论让那些脑子简单的人看起来脑子没那么简单了。同样的逻辑，为什么这些知识快餐特别流行？因为这让那些从不会深度思考的人看起来也会深度思考了。这就是这些内容流行的最大价值。与其说人们是在追求知识，不如说人们在追求谈资。所谓谈资，就是供人们社交时候可以炫耀的内容，用来增加自己的身份标签。从学习效率方面来说，它分为4个阶梯。第一是经典书籍，
一定是流传了几百乃至数千年的书，其价值被历史证明的书。历史是大浪淘沙，经得起历史考证的内容，才称得上是经典。第二是深刻文章，那些冷静、理性又精炼、深刻的文章，让人读完醍醐灌顶，发人深省。第三是知识快餐，也就是像视频平台那样的二次加工内容，他们通过拆书、形象的表演、现场的对立制造冲突，以实现传播的效果。第四是流行短视频，也就是别人从网上摘抄的文章做成的短视频，往往搭配夸张的音乐和画面，擅长制造情绪，渲染气氛。而当下最为流行的就是第三种和第四种，知识快餐和短视频。它让那99%的底层大众趋之若鹜，却又让那1%的顶端思考者不屑一顾。就像有人所说，如果一开始就给你一堆瓜子仁、甘蔗汁、无人驾驶汽车，那你就永远学不会自己嗑瓜子、啃甘蔗、开车。其实这些节目比短视频的伤害性还隐藏得更深，因为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最起码知道自己在娱乐。可是当你在欣赏上这些表演的时候，却认为自己在学习，把娱乐当成了认知。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内容的开创者都是表演者出身，而非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表演。大众最大的问题就是都把表演当成了智慧。究竟什么才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知和我们平时的见闻之知完全是不同维度的概念。知行合一的知是到了潜意识的知，是真知；见闻之知是听说，是看到，是被说教。而太多人都把听说和看到当成了知道。你所被告知的一切道理和答案并不属于你，只有当这些东西进入你的大脑后，在某一时刻跟你的经历相结合，让你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在这一刻，它们才真正属于你。这一刻，你才是真正的知道了。学习到的叫知识，领悟到的才是智慧。你所能直接获取的一切信息也并不属于你，只有当它们进入你的大脑之后，经过你的思考和审视，被你的大脑消化之后的那部分才属于你。这些东西被你的大脑摄入、囤积起来，成为认知。真正的知道，不是听说了就叫知道了。这个知是真知的知，是进入自己内心深处的知。而绝大部分时候，我们说的知道了，最多是知晓了。至于知道的道，是老子说的那个道。道是规律，是原理，是本质，是真相。只有当我们通晓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才能叫知道。别人告诉我们的一切知识与技巧都不属于我们，只有我们经过刻意练习，生发出一种本能的时候，并且衍生出的技巧才属于我们掌握。这就是所谓的致良知。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说，不虑而知为良知。
也就是说，只有当你不需要考虑就能上来就干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道。做一件事，能不加思索的上来就能干，这才是真正的知道。一旦你做事之前还需要考虑一下步骤，那说明你是不知道的。知行合一的意思其实是，知道是和行为统一起来的，知道即可做到。只要你能知道，一定可以做到。你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谓的知道，也只是自认为自己知道而已。以后但凡有人跟你说我知道了，还是做不到，你就这样反问他，你确定自己知道了吗？所谓的知道了但做不到，是世界上最大的悖论。这个世界上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的处境和条件都不同，重要的是保持谦逊和好学的心态，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获取智慧。别人的经验和教诲只能作为参考，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去领悟人生的真谛。遇到问题时，我们要勇于探索，而不是期待他人能直接提供答案。学习是一项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用智慧去审视世界，这样才能在生活的琐碎中悟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道。保持一颗简单善良的心，用积极治愈生命的创伤，我们就能抵达内心的平静。当内外合一、知行合一时，美好就会在我们生命中绽放。今天的话，如果你听懂了，心有所获，请点个赞，给我们回应，随喜转发，功德无量。